试货达人秀宝物，鉴定专家也沦陷。这件真的没有一个人穿会不好看。老师，你变了！我直接可以拍 vlog 了。对呀。我妈不会送一个玻璃给柔柔吧30、40应该30、40。哦，这么高？如果这么大颗的是大概多少钱？不要想偷贱价。结束收工之后再去问。代宝健保好运到，刘雨柔这一次发财啦！这种翡翠啊、玉啊这些啊，要看好多点。浓阳云厚，水肿大透。猜一个20万哦。你猜它多少钱？我2、3万吧。差这么多啊？可以给一点线索哈，这2块都是和田玉。哎呦，20万，谢谢20万。宝宝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他应该踢我。来听你啊！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晚安，你们好。陈哥，怎么样？待会录完影，你有事吗？没事啊，就回家洗睡了。等一下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来我家躺一下。干东西啊？哦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是真的有事要找你帮忙。帮忙？我有一个刚认识的闺蜜，卖了一个打完5折只要8万的床垫给我。我的！但是我跟老公睡了之后，隔天竟然腰酸背痛，我就把我腰酸背痛的状况跟我闺蜜说，她竟然回答我说 ，Well， 因为这个床垫是英国皇室专用的，你们习惯睡一般普通床垫的人才会不习惯。她叫我不要不识货，她还说，不然叫一个家境比较好、身娇肉贵的朋友来睡睡看，隔天肯定精神好棒棒。你自己不是或被朋友骗了，还想拉我抓交替啊？我没有被骗哦。身娇肉贵，我还丁香的肉贵啊！没门儿，自己买的床垫自己处理。今晚刚好来了5位自认眼光非常独到的朋友，他们超识货，听说。来，我们欢迎这些眼光独到的朋友出场。首先欢迎阿庞哥。哎呦，阿庞。哎呦，眼光。欢迎好久不见的王颖。好久不见，好美啊！欢迎刘雨柔。雨柔姐。好美啊！欢迎于小姐。欢迎全哥。耶！欢迎鉴定专家秦志玲老师。秦老板。一屋子稀客啊！我的天哪！稀客，是。秦老板大驾光临啊，有失远迎啊，红地毯跟来不及铺啊。看到你来，等于就是全民健保时代的来临了。哇！是。全民健保时代。全民健保啊！王莹呢，很久不见。真的，好久不见。好美哦！跟她最起码10年、15年没见。还是好漂亮，好美，超级美。刘雨柔，今天你吃太饱了是吧？啊，没有，他是真的新朋友，真的有啊。你刚是没发现啊？我刚没有发现的。我说你一出来就没发现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很久没看到，哎呀，恭喜！祝生娘娘，你看马上来了。小花生。今天我们要聊就是所谓的有眼光这事情。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社会在走，眼光要有。说到这件事，我真的超识货。我这不会虚的，我跟你说。来，察言观色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观色，我察言观色非常的厉害。不是说送礼物，人家说要送到心坎里。你不是那种部分的察言观色啊？对，我不是说什么贱价的察言观色，我是说你可以读到人家的情绪反应。Of course，你知道，或者他的喜好。比如说你要送一个人礼物，不是说什么送多珍贵、重要、很贵重的东西，你送他平常你观察他需要什么，就像我妈送在点上，她有那个肌肤治疗这么小一罐哦，的化妆品、保养品，我观察到没了。我直接去帮他买。爸爸也是爸爸的用肌肤之药，然后我看他快没了，我也是。今天肌肤之药是有置入吗？没有，你已经讲2次、3次。老妹儿好像不是肌肤之药的，老妹儿是另外一牌子。哦，对，反正就是另外牌子，反正我就很会察言观色。它叫海洋拉娜。海洋拉娜，对，拉娜。我也很会察言观色，我发现年
紧张，你满头大汗。对，现在不是紧张。等一下，这不是紧张的问题，因为今天有点穿的稍微有点多。OK， sorry， 他整个人很不对劲。这个节目可贵在于一些真实的分享。对，我是真实的分有享假故事，严禁。我是真实的分享，你不会好像说怀疑我都不是真实的。没有怀疑，我是真实的。没有。对，人家说牌品看人品。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，就是说认识了蛮久一段时间，我就怀疑他小孩有点怪怪的。那时候我还是我女朋友，我就去说你去坐他旁边，说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去他旁边，看他手机在录他，真的录到他在换牌。比如说这个人发了，下一个人发，那他玩的时候，他在发牌的时候，他就先做好，他算位置嘛，他知道几个人在玩，他把牌插进去，发给他自己好的牌，这样子。然后被我抓到，老千呢？被我抓到，你说我厉不厉害？会不会察言观色？就是说别人的需要，你会及时的伸出援手，然后马上坐在他的需要上。没错，尤其目前听起来都是长辈，对，他满足长辈的需要。不过我跟他出几次外景，我也有发现说他真的蛮会观察。哦，然后比如说我们带狗狗那次去有没有？对，然后你就会知道说，因为我其实不会很注意，他会注意到谁的狗渴了。谁的狗你应该要给它补水之类的。庞哥，我真的蛮贴心的，真的很 peace， 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这边继续讲，对，有没有？但讲到察言观色这件事，我可以小分享一下。请说。就是呢，我私底下是一个不太会跟人家有太多的什么谈天啊，或者是假装很熟，我反而都是在观察一些我比较不太熟的人类。然后所以呢，当我进入演艺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我有时候蛮神准的，就是我直觉嘛，直觉就是我观察到这个人他的行为举止、言论跟他的做事情的方式，让我觉得他一定有什么目的，或者是他有什么坏习惯，我就会在这个时候把他都难逃你的法眼。对，我就会把他盖上一个记号，说这个人有问题。结果呢，只要被我盖上这个记号的人，真的后面新闻都会出来翻车啊！基本上80%、90%都被我盖章的人都会出事。那目前还有哪些被你盖过章？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盖我章吗？没有吧？你没有盖我章吧？我想真的想问一下，你也在对，我会怕你。没有盖我章。我跟你讲，反而人家就是不认识的人会说于洋学是不是很强啊？他是不是大少爷什么？我们都会说，其实想想人真的很好，因为你知道，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遇过他在外面，就是饭店那个停车场，我们不认识，完全工作没遇过，但他看到我。就是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是戴帽子、口罩那种，但他看到是一个女生走过来，他会帮我开门。哦，王小莹，曾哥，来，你在哪个点上你超识货的？从小时候开始，服装穿搭，这个完全没疑问，没有疑问。因为呢，我念的从幼稚园就是一路念上去的学校，都是可以穿便服的学校。然后，所以就是每天都要搭配不同的服装去学校上课。那其实那么小也没有在比谁好看谁不好看，就是自己会精心搭配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们校长他就把我叫去校长室，然后就很紧张，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然后结果他说王莹，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小学生穿皮裤来学校上课。哇，小学就会搭皮裤了，小学就穿皮裤了，对，有时候好时髦。然后所以从小时候呢到现在为止，我就学习到了一个，因为我们年纪也有了嘛，就学习到的是，就是时尚它其实是一个轮回，就是20年前你流行过的东西，如果不要丢掉。那现在20年后你再拿出来，一样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东西，很流行的东西。身材没有变呢，身材没变当然可以穿。我一向的初衷就是我要穿进我20岁的牛仔裤。我10年前的 T 恤都不能穿。他说20年，我2年都穿不下。他说我2年的眼镜都戴不了了，你相信吗？真的，眼镜就算了。真的，陈哥没关系。T 恤我还有一个方法，因为衣服可以改造。就是这20年前的衣服，你可以改造成现在流行的。来，二次利用。二次利用。刚刚陈哥说的，这个是一个男生的牛仔裤，哎呦，很大很大。你变成牛仔裙啊？不是，我把它变成一个上衣。上衣？对，2个手穿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扣子打开，就变成一件露肩的上衣。好时尚的感觉。对，谁教你的？我自己想的。胖的话，
穿这个整个就是，那你就那个斜肩变高领啊。你如果胖的话，你这个口就可以开大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很撩人，这不是可以我说你看看对啦，改成短裤，真的，你看看对。没关系，如果你真的当不了上衣，那你们可以，男生可以当那个短裤嘛。短裤，对，好看的。所以可是这短裤你没有下面呢，你这个是不是空的？还要个内搭。你这个当下面怎么弄的？再穿一个安全裤啊，内搭裤吧。对呀，你看，正好适合你的 size， 非常适合啊。很适合哎，陈哥。陈哥，今年最流行的牛仔裤就是里面是裤子，外面是裙子。所以你的穿搭是随时在 follow 现在的流行趋势什么的。对，然后但是我不会一昧的追求流行，因为我所有的东西几乎啦，大概80%都是15年前到20年前的。你这是 B 吧？对，B 牌的这个整个短大衣。它是比较特别版的风衣吧？真的耶，我没有看过哎。因为风衣的话，其实女生就是1年4季都可以穿，然后不管几岁都可以。那如果你怕变的话，你可能就买这种比较马甲的方面背心嘛。就是如果你可能瘦的时候可以扣得起来，胖的时候就不要当背心扣。穿。这样这样也可以。这个，还有他的脸好时尚哦。对啊。披子也是可以，就没有胖瘦的问题。你这样很好看呢。然后这一件呢？这一件真的没有一个人穿会不好看。不相信，我想要请老师穿一下。哎呦，老师穿应该不错哦。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。我也觉得应该是，而且会变很。老师，把它拉起来。但是我这个手，你怎么？好年轻哦！这是我本人。老师你变了，看呢。老师你变了，飞行哦。帅哦。哇，走秀开始。徐老师帅，定点 pose。Oh my god！ 真的有变年轻哎。哦，而且老师的脸就是由内散发出来的帅耶。在一起，哇！我们爷孙俩太好看了。直接可以拍 mug 了。对呀，所以这件真的是每一个人穿都是无敌好看，而且前一天穿的人是一个韩团，男生的韩团。哇，对。哎呦，老师，这件外套多少钱？你会愿意买它？对，这件吗？对，请见价，无价之宝。哎呦，我觉得非常适合老师。我觉得问题在哪边？你知道吗？很适合老师。穿上以后，就可以跟美女一起拍照，一起走秀。对，这花多少钱都办不到。的确是无价。所以你会说的真哇，好看，这件真的，变很年轻。对，好，对，真的很帅。瞬间年轻10岁。这是我自己的。他穿成这样，你怎么可能可以穿？我不相信。来，谢谢。因为这一件就是应该可以，而且好重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对，以。太值得了。我觉得我穿得进去。哥，我跟你讲，女生穿这种夹克真的好看哎，好好看哦。好高级。炫呀，开始。炫呀！哦，好高级，哇塞！哇哦，就是他的外套。对呀，真的是我的。这件衣服没有买了大一个 size 吗？没有，它是最小号，但是呢，它几乎所有人他穿都很好看。是男生最小号。他没有分男女，他们家就是没有分男生女生。 Oh my god！ 是不是？看这些买的好值得哦，真的很值得啊！所有人是多久以前买的？这些吧，15年前。哦，要不要？15年前要不要6位数？应该不用。要。 15年前就要6位数了。不相信8月你穿穿看，你今天穿的很10几年前我觉得这样很够本啊。8月你穿穿看，是不是也会很好看？放后面，对，往上拉就可以了。哎，好重，很重哦。哎呦，走秀开始。 How you like that？ 我觉得我的手有点难合起来，被他给了。要找 Give me some。哦，有，其实也蛮好看的啊。对呀，是不是很像 Vivienne Westwood？ 其实也好看。像小偷啊！你为什么是在享受一个衣服给你的感受？这衣服，对，你不要这样，没有到起来真的。
让秦老师都穿出味道来了，我觉得 OK 啦。真的，这衣服，我觉得你们俩比较这衣服蛮搭很多人。对，有。真的，这个穿搭可能他你的时尚眼光完全他没有说服力。他的环境、过程跟条件，对，这也不是一般人都有的。阿跑来汤给换你了。喂，好，我呢就是常常会变来变去的。雪茄品质怎么说呢？因为现在市区或是很多地方到处开了很多雪茄馆，然后就表示说有这个雪茄的人口在增加。那我就会发现说，很多朋友都会找我们一起去抽雪茄看看。但老实说，陈哥有抽雪茄吗？曾经对不对？那应该偶尔稍微了解。这支雪茄专门今天要送给你的。口一把，而且你看它的长度跟粗度就知道它其实，外面如果你现在一般去雪茄吧的话，大概在1500到1800，哎呦，对，就买到。但是呢，他很开心的跟我们说，他买这个，然后请我们去他们家，然后大家一起来抽雪茄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可能有点问题。怎么说？你怎么知道？第一个，它有长虫子。雪茄其实它会长虫，长什么虫？它雪茄会长一个叫雪茄虫，然后它就是吃雪茄，它什么都不吃，它只吃雪茄。是品味这么好？然后呢，对，它只吃雪茄，然后呢，它哪里长就是它有长洞。这个是比较大的，一般可能有比较小的。它上面真的有洞这很小那个洞。对，但它其实很多地方有，这里也有。还有就是你可能观察一些地方，它有白白的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虫卵。我想这个它大概在里面呢，会一次产大概100颗的卵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晓得，你买回家跟你别的雪茄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它就到别的雪茄上面去，让别的雪茄也长虫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趁这就跟朋友的生活打结。比如说朋友拿出来就跟他说，你这长虫了，怎么样怎样怎样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他说怎么办？我说你放回雪茄柜，它会影响别的雪茄嘛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它拿出来，大家分一分拿来抽，就把它拿来抽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一支我一直拿着，到最后没有抽，就是我再怎么想这里面有100颗虫卵，我抽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后来其实它是有解套的方法，就是说你用保鲜袋放着，放到冰箱，至少要冷藏，不是冷冻，冷藏要超过24个小时，但也不能太久，它的虫子就会杀死。然后你可以低温冻死，它怕低温冻死，你又可以重新再拿出来。那所以你决定今天要把这一根送给陈哥？对，因为这一支如果你抽出它会有一点奶香，还有一点榛果味，然后会有一点虫味。我不知道抽起来感觉会怎么样，然后你可以下次跟我们分享说它抽起来是不是有什么差别。陈哥不想抽这个礼耶，他不缺，我看出来了。唐哥我会观察的。其实你看不出来啦，不要这么排斥。你这个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，你一定会研究得很透彻，研究一些细节，对细节。好，来，对。刘雨柔的试货很像，他刚是补着你的察言观色，对，察言观色。但事实上，他比我会。他真正擅长的超试货的点是什么？你们会很意外，超级意外。我看看，超级意外。来，房屋地段。这蛮重要的。这很需要眼光这很重要哎。我跟你说，我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我看的第一间房子，我第一天就下斡旋。他会不会太冲动啊？在南港一带。就是一个小山路研究院附近这样。OK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其实那边什么都没有。它那边最大的东西，很明显的地标就是高铁站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然后那时候我买的时候，就是业务员就是开那个电脑嘛，然后就是放那个荧幕，就说这个可能3年后会开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可能几年后会开一个什么东西，到时候这边会变得很蓬勃发展。但是这种东西是聪明人都不会相信，因为它可能不会开。对，它可能是画大饼。那我就打定就是说，其实这个点现在对我来讲，我工作很方便。就算他跟我讲的几年后这些东西开不成，至少我还有个高铁站，我还有火车站，最终对我房子要转卖都是加分的。所以我就是赶在第一天看完房子之后，我马上要下斡旋，然后下了斡旋以后，我就很开心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，我买了一间房子，今天就马上下斡旋。他们就问地点嘛，然后听了以后，所有100%亲朋好友的反应都是家人决裂的决裂，要脱离母女关系的母女关系过度了。他们就觉得你这种大事你怎么不商量，然后就是这么冲动的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说你那个地方会土石流，你那个会把房子淹没什么，就是会讲一堆很难听的话，然后甚至有身边的亲朋好友说，你那边很阴我跟你讲那边闹鬼那个社区附近我有朋友住在里面，我曾经去过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鬼，有没有影响你？我跟你说，
我买了以后搬进去，我真的不夸张。不到半年，开始东西越开越多。我原本不是高铁站吗？对，旁边 CT Link 就来了。哦，CT Link 来了以后，那个什么瓶盖工厂也来了。哦，对。瓶盖工厂旁边就是北流，然后什么东西移动接着开。他当初讲的全开了，然后那个房价，我说真的，这几年它是你知道直线飙升。阿庞珍藏老宝物，意外半路认干爹。谢谢。现在秦老板来，我一定要故意的。哦，帅！是一个那个在巴黎当初的一个设计师，他专门会雕刻出来做的这个纹路。台湾人要的是他的声音，调音呢，全台北市有3个，我排名第2。你会调，你连这个也有研究。你就调好以后送我来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干爹，加价。当初不是说我住鬼屋的朋友吗？他在我住进去，东西开了几间，那个房价开始往上爬一点点的时候，他就来我们社区看，想要买房子，但一间都买不到。这会不会也有一点运气很好？除了眼光之外，他刚好合他咯。对，他待得住，看得舒服，待得住，基本上就是合你的场，对，合你的磁场。对，哎呦。重点是房价真的很棒。任何一个任何一个重大的花费都是缘分。对，真的，好像在等你来。秦老板绝对可以告诉我们，你这一辈子，对不对？你帮全民做健保这件事情，是，一做也做了4-50年了。对，我是做这个保物鉴价鉴定的。哎，这是不是无心插柳？不是，这个是绝对的是这个。命中注定的。我从16岁就进这一行嘛，哇，已经50年了，好厉害哟，50年了。我经过我鉴定的宝物大概100亿吧，哇，上百亿，绝对是上百亿啊。其实哈，我们来讲说价格跟价值的差距不一样。就比如说有一个90几岁的老太太，上市公司的董娘哈，家里面的家产大概几百亿吧，但是呢，她有3样东西想要分给孙子。3个孙子没有一个要，为什么？那个都觉得不值钱。那个是什么？首先第一个哈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钻石戒，第2个是一个手镯，第3呢是一个坠子。好，先说这个钻石戒是他结婚的时候的这个男方送的戒指。哦，这一个戒指值1栋霞飞路的别墅。霞飞路就是淮海中路喽，可是，在现在来讲就不值钱。为什么？如果要重新切割的话，大概剩3克拉左右。要切到这么多啊？对，因为它那个切法就是鸽子蛋嘛，古时候那种切法。哎，那我的天哪！另外一个手镯哈，是他母亲在码头边送给他的，就是临别纪念物。翡翠的手镯。另外就是一个和田玉的坠子。这是他从生下来抓周的时候抓到的，这3样东西真好啊，大户人家名门抓周可以抓和田玉，这几样东西都是他这一生最贵重的东西，而不是他的股票，那就是价值了，不是价格。他为什么要找我鉴定？不是他不懂，是他的3个孙子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个的价值。所以有的时候啊。不在东西的价格，在这个东西的价值。了解很清楚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其实让观众知道，这几个很识货的，懂得察言观色、懂穿搭的这些个人，他们今天不是只有说出自己的故事而已。来第2个环节，到底是货不是货？来，女王宝物鉴定大会。首先登场的是阿庞。阿庞，请上桌。是，这地方OK 好。里面是你特别准备的。对，这样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父母亲离婚的很早，然后其实跟父亲那边没有什么常常有很多交流或联络了。然后我想这是为数不多的1-2样，就是父亲给我的东西。跟他有关联的。对。什么？在你几岁的时候给你的？大概是在8年前、9年前给我的。8、9年前给我的。然后我们难得有一次机会一起去旅游。然后感情不好还会一起旅游？怎么讲？就我们慢慢年纪大的时候，对于很多事情比较能释怀。然后对于很多
上一辈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去搅和，就觉得很多事情就让他就这样过去。然后父亲跟我是父亲跟我，我跟妈妈是我跟妈妈。然后他就在偶然的吃饭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你现在有会这样做，有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有这样的习惯，那我已经戒掉这样的习惯，那不如我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我送给你。当初买很贵，然后以前我们在很多场合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它，然后现在送给你。那以后你有些场合，或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，也可以自己拿来使用。是一个用器具，是一个器具，烟斗，不是。哎呦，不是，那跟那个有关。他说跟一个习惯有关对，习惯有关，应该跟抽的有关吧？好，那我们可以揭晓他的长相。来，好，这是什么？都红吗？都红打火机。对，皮套还在。然后呢，皮套还在。会叮。对，然后它是18K 金，那 18K 是要灌那个油的吗？没有，要请师傅换。然后他有打火石的，就是现在台北有1家2家，他专门在保养，不管你是新品旧品，他都可以帮你保养。然后那老师傅有时候会告诉你一些故事，有没有？对，有一个叮叮叮哦。好清脆啊！这个其实我父亲给我就是说，因为他戒烟了，然后8、9年他就是我们去旅游，他发现我你有抽烟，他说他现在用不到，然后他说他就把这个送给我。但我老实说，我刚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点 low， 因为我觉得它第一有点重，但是又不方便。我想摸摸看。对，哇，好沉哦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去保养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傅跟我讲说，他是这个孔雀纹的这个纹路，然后是一个那个在巴黎当初的一个设计师，他专门会雕刻出来做的这个纹路，那过世很久了，所以这个已经绝版品，就不会有在做这个纹路。法国制造的耶。对，来有请秦老板。谢谢。既然秦老板来，我一定要故意的。哦，帅。漂亮。您仔细的把玩看一下。好的。你印象中，或者你一定有侧面打听，这起码送你快10年了。对。你印象中这个大概当时买价多少钱？我大概问的时候，他们当时买也大概在18000台币左右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，20年、20-30年前的8000、1万，对，应该就是会1万块左右，我有涨。大家觉得大概值多少钱？这种18K 的打火机应该有个7、8万吧，8万有没有？8倍？凑个整数好了。你说20年前1万，现在值8万，差不多吧，8000到1万。王莹觉得嘞？差不多吧。我觉得现在8800。结果你反而是掉价，因为就像手表或者包包，年份越久，它价值其实是会变低的。就算它是停产或限量款。20年前1万，现在2万，你觉得现在有3万？3万？我觉得2万，3万5，我才2万。还是我会最准，就 double，搞不好10倍。好，代宝健保好运到，刘雨柔这次发财啦！什么翡翠啊、玉啊这些要看好多点。浓阳云厚，水肿大透。差一个20万哦。你猜它多少钱？我2、3万吧。差这么多啊？可以给一点线索哈，这2块都是和田玉。哎呦，20万，谢谢20万。宝宝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他应该踢我。来踢你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揭晓菇的价钱。价钱是好准哦，好厉害。是不是8000刚刚好？而且这个价格要如此 match 是很真的好准。我们先说一下哈，都蒙打火机是这个台湾奇迹台湾起飞的标志。想当初在30年前，一支就要将近3万到4万，那个时候一个打火机在那时候，现在掉价掉成这样，10几万吧。对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人手一个呢，用最多的就是华人，而且最多的也是台湾人。因为台湾人要的是他的声音，所以说他有一个另外的产业链是调音。有调音师。为了调出这个，有那当然，调音呢，全台北市有3个，我排名第2。你也会调啊？你连这个也有研究？你觉得他这个声音好不好听？他缺键，
它里面的一个那个黄板呢不见了，这里角落有个螺丝孔，有没有？就那个洞，对，它有一个黄片。那这个缺件是可以买得到的吗？买得到，但因为反正你这个是旧的嘛，你买一个2手的装上去，但是要调还得找我。你现在就交给秦老板了。哎呦，真的，秦老板，今天还真问对人了。我这个角度看秦老板的表情，真的是有点骄傲。对啊，全台你要想嘛哈，只有3个。我们一天大概收到20到30个杜鹏打火机，当的哦。哇哦，真的。哎，我想请问，如果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父亲大给我说，他是整个盒子连那个件都在啊。如果是完整都在的话，价值会再往上吗？杜鹏打火机跟那个盒子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我听你刚刚这样讲，我就知道，其实你是想打算把它怎么样变卖得更好一点，对吧？不要说出来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了。对，是不是最近手头比较紧？对。你有看人的那个察言观色的，对你有哎，你跟雨柔一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的察言观色更重要的是，我不会满头汗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察言观色的很厉害哦，钱老板，你现在尾巴有点翘起来，我看到了，这我相信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相信他的察言观色哈，可能有9段酒，这个也没什么了，你就调好以后送过来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先上干爹，加价，干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发现也来，请回座，上了一个，来下一位刘雨柔，请这位，好，刘雨柔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今天这集真的好棒哦，因为让大家就是发现一些我比较不一样的一面。有，对吧？就像会察言观色，很会买房子，对不对？你居然有这种东西，居然有，这个是什么？他跟你的关联是什么？对，他跟我的关联其实我还蛮幸运的，就是我有认识一个长辈，那我跟这长辈还蛮有缘的，他真的很疼我，然后他本身是有在收集一些东西的人。看这个尺寸大小，应该是大同电锅吧？哦哟，那绝对超过8000块。哦。然后呢，从我们就是他开始我们认识，然后到后面他越来越疼我之后，变成是近2年的生日，然后他就会传一些照片跟我说这是他的收藏，然后请我从他的收藏里面挑一个喜欢的当生日礼物。这长辈对你这么好？对，然后他让我收集到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其实我没有真的很了解他。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我也借由这个节目，大概可以知道一下他价值多少，知道他对你的好。如果手头紧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拿去也许。对，我准备揭晓这跟他这么有意义价值是什么？哎呦，你们可以打开来看，你们开一个，我开一个。哟，玉佩，它是清朝的古玉佩啊，清朝，这是腰佩吗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耶。真的是在古代里面有看到那种是什么样的？对，来，秦老板，来，他说清朝的，对，但是那个透度是漂亮的。你有去打听过它的价值吗？从来没有，但是以我就是刷一些视频啊什么的，就是我想说这2块应该加起来一个3、5万吧。看得很快哎，我觉得有点不妙。看它的雕刻啦，雕工看怎么样？老师看打火机都看比我这个久哎。我曾经主持过鉴价的节目，对，我才了解啊，这种翡翠啊、玉啊这些啊，要看好多点，浓阳云厚，水肿大透，它有几个点，有8个。至少8字诀，至少有8字诀，可以看它的种头，看它的水色，看它的透度，还看它飘，它那个绿飘的漂不漂亮，然后是不是巧雕，这些都是可以促成它的价钱。我帮大家鉴定哈，就第一步啊，叫毕也正其名。首先第一啊，它绝对不是玉佩，不是玉佩，那当然不是玉佩，那就跟清朝没关系了。这个叫做帽花。帽花它有3个用途。第一，喜事的时候，新娘子的盖头上一定有帽花。第二呢，抓周的时候，宝宝，他就打扮成那个中国宝宝的样子啊，这个是长命百岁的意思。另外就是老太太、老先生，老太太会戴头巾，对，然后头巾上面一定会。老太太那个一定要缝一个帽花。你认为它多少钱？
我随便猜一个20万哦。你猜他多少钱？我2、3万吧。差这么多啊？因为我不懂玉的价钱，但我想说是古物，应该我可以给一点线索哈，这2块都是和田玉。哎呦，20万，谢谢20万。那我觉得80、40。这个会更贵一点吧？它比较厚，但它没它厚。可是它没它厚，它比较厚。对。这个福字啊，一个双喜，一个。这是双喜啊，是吧？对，是双喜，这是双喜啊，看到了啊。有没有？那我20万还太客气了吧？这是结婚用的。所以它是，如果是加上清朝、明朝，那还有和田玉哦。对啊，那这样感觉就很不得了。宝宝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他一直在踢我。来踢你啊！想说，他抓周要一个冒花。可以不用努力啦。妈妈宝物太值钱，于祥全想趁机揩油。我妈不会送一个玻璃给柔柔吧？30、40应该跑。30、40。哦，这么高？如果这么大颗的是大概多少钱？不要想偷贱价。结束，都再去问。这样感觉很不得了。宝宝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他一直在踢我。来踢你啊！想说，他抓周要一个冒花。可以不用努力啦。对，有一个冒花。他说他宝宝听快买快卖快卖。我猜4万5。4万5啊！察言观色王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钱老板的表情哦，小的那一颗我估大概20，大的那一颗 double 40、60，加起来你不是9段9，你已经超过10段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察言观色的。所以这样大概80，哎60到20、40、60，答案是多少？哎我他又猜对了。为什么你又对啊？频率真好。你怎么猜的？到底？因为玉佩跟和田玉它的价值其实没有真的超过很高，对，然后又不知道它真的和田玉很贵可哎，以真的证明它是清朝，会不会是雕工？你怎么估的？哦，我们要看，首先这个帽花哈，帽花的样式是古老的，但是帽花本身是现代的。怎么知道？很简单，因为它的雕刻哈不是用雕刻刀做的，是用电刀做的。哦，他用电刀，没有电刀用电刀啦。做的哈。你仔细看，你用放大镜看，你就发现它是电刀刻的。哦，但是以前雕刻也是可以刻得很细致啊。那我们就要看材料了。这个材料是和田玉，但是这个和田玉不是好的上等和田玉。有分等级。但是像这种和田玉，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颜色跟这个透度，哎，刚好就是类似比较硬一点的那种碧玉类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价格没那么高。现在用西元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在20年之内的东西。哦，害我白高兴了一场。走了，宝宝，我们回家了。好，下一位来欢迎于祥全。好，来麻烦你了。是的。来，善于察言观色的你介绍他，这个跟你什么关系？这个也是非常有故事性的。这个就是我姥当初给我妈的戒指，然后我妈再把这个戒指转交给了柔柔。哇，姥姥给你妈的，你妈送给柔柔。对，婆婆给媳妇儿。那其实那大概我在猜应该有30、40年了，不止，不止啦，反正绝对比我的玉佩还久了。对，然后当然应该是比你的，可是就应该有40、50年了。然后我妈很奇怪，就是说我妈说哦，她跟我讲说这个戒指怎么样，她先拿给我看了一遍，应该是由我来交给我老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听起来感觉是婆婆传给媳妇。对，她直接拿给她，对啊，她没有透过我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不用吧？干嘛透过你呢？不是啊，你要送你妈礼物会透过你爸给她吗？也是，对不对？这问题很好哎，这问的很好哎，陈哥，反正。好，算了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也不想辩解了，你可以打开了。哇！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座呢，我没有去重新做过，因为柔柔她有时候一些重要的场合她是会戴的。来，秦老板，好亮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妈其实很奇怪哦，她就是我们家这个保险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，她每次都打开给我看一遍，说张璇，你看来。哦，还给你看红宝啊，对，他就弄半天，我以为他要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他把它放回去原位，
然后我就想，他是要告诉你说他算得很清楚，你敢偷看看。上面呢4个镯子6个戒指，算得清清楚楚。我每天都看1遍。还有8条项链，你偷偷看。我以为他要给我，他没有给我。好，你认为这个钻石，你知道几克拉吗？2克拉吧。我觉得大概30、40应该跑不掉。30、40。阿庞有没有接触过钻戒？我没有接触过钻戒，所以我有点模糊，而且我不知道它的到底怎么分。但我还有成色的问题，我抓个25吧。王莹戴过钻戒，来，你来。你应该了解，你应该了解。你是目前估价最准的。对啊，真的。眼光王。该不会是玻璃吧？我妈不会送一个玻璃给柔柔吧？差不多了。2克拉，你觉得它多少钱？早期的应该都不到。哎呦，它估15。好，你希望它大概20万、30万嘛，对吧？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吧。价钱，定音鼓准备。怎么可能？我妈对我老婆这么好，为什么都没有？请老板解释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样讲哈，40年前我跟你讲，钻石非常贵，很贵，看过的人都少。1克拉的钻石哈，以现在而言，如果 GIA 的等次还够的，大概1克拉大概是35到40万，2克拉是100万哦。哇塞，不是乘以2，然后3克拉的话就不是200万哦，可能是500万。钻石不是1克拉的等分哦，不是等差级数。秦老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红宝如果这么大颗的是大概多少钱？那也要看，大概2、3克拉。不要想偷贱价，我没有要想偷贱价，你等一下结束收工之后再去问。不好意思，60万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，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啊，开心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秦老板，谢谢秦老板，好，保护好。老公送过最大礼，却可能以假乱真。因为这个礼物，你证明你没有挑错男人。对，表示老公送了好东西。对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然后你去购买的时候，他会非常清楚的跟你说这是不能卖的。店里面的价钱应该是200多。而在市面上哈，大概有50%是假。还是有假的可能。如果假的就歪了。压轴表，压轴登场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只能证明我蛮会看男人的啦。对。你连外套，你连一件十几20年前20万的外套都带过来了。经过秦老师鉴定的。这个一定可怕了，这个。老公送的。其实就是我跟我先生从来不会因为节日或是生日而送互相礼物。男生其实很容易送女生错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送错。对，然后女生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蛮难送礼物的人，对啊，那也就懒得。与其这样，干脆不要送，2免啊，2免。对，而且你刚好需要送的时候，又不一定有想要的东西。问题你刚刚说了，你说证明这个，因为这个礼物，你证明你没有挑错男人。对，表示老公送了好东西。对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呢？其实我有给他一点提示，我就会跟他讲说。我这个东西我蛮喜欢的，我希望可不可以去订一下什么的？这已经不只是提示了，这明示了。那我的意思说，这也不是提示，这是要求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刚刚是说我自己想去订一下，可是我想说这个很难订得到。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积极，立刻去订，很难订得到。然后后来大概1个星期之后，他就跟我说他去订了。多久前的？多久前的事情？这个是5年前的事情，是定制的。对。2020年，准备揭晓。大概5年，对。哇，我的天哪！PP 那只啊 ，PP 对不对？百达翡丽。对，我觉得玫瑰金，像我自己身上戴的，我就很喜欢比较玫瑰金一点的东西，可以跟我自己的平常搭配起来比较 match 一点。玫瑰金，我傻眼。秦老板，来吧。这个有标价的，因为你说这是老公送你的礼物，而且应该在一个重要的日子。这么久以来，他其实只送过我1、2件礼物啦，这是其中一件。而且是你已经先想好你要这个了。对，完全中我的心意。然后你去购买的时候，他会非常清楚的跟你说这是不能卖的。
因为每一只表它的编号跟你本人都会要对在一起。哦，然后他的保卡是跟人走，就是属于对，然后看得好仔细。那所以说意思说，如果未来真的有转卖的话，下一个人就知道说之前的拥有的人是谁。对，所以不可以，他就不会再卖给那同样的人了。你刘雨柔觉得多少钱？我对表真没研究，应该200-300吧。哎呦，没研究你还知道200-300？应该200-300。哎呦，阿宝呢？这一定破百了。真的哦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一只少说要400多，400，因为它一直在涨 ，PP 一直在涨啊，最近一直都要破百。这只手表在市面上哈，大概有50%是假的，因为百达翡丽的表，大部分都是定价在卖，定价也许200，可能你可能要花500-600，而且还要配货。对，也要配货。陈哥猜多少？我猜就在400。陈哥很懂表，猜400到600之间。400-600。如果它是真的表的话，不会吧？还是有假的可能如果假的就歪嘞。什么不出所料的吗？还是有假的可能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专卖的。我觉得你估的蛮好的，蛮厉害的。看秦老师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好紧张啊！这一只老公不太送的礼物，就送一只底的15年的感受，15年，而且买家5年内不能转卖。这只表 PP 表价值。这个是故意写的，多的吧？你这20对，你是外国，老板太会做售，520-500。那为什么你不写1314呢？因为我上个礼拜才收一只520万，跟这只差不多。那这只手表，因为虽然是没有限量，但是因为它每一年产量有限，所以这个表买的时候要以1搭3，按照公盘价是180几，现在要买大概要600。不过这只表哈，号称百达翡丽表王，表王，真是表王。哎，谢谢秦老板，掌声谢谢。谢谢。太厉害了，你的宝贝也带回去啊。这个要收好，这个要收好。这集好有趣哦。哎，宝物人人都爱看吧？有趣。但是我觉得宝物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它其中它有价值，是因为有故事。我们可以用各种专业的鉴赏标准去评价这物品，它这现在到底值多少钱？但一件东西它真正珍贵与否，不能够全凭它的价值多寡来决定的。是啊，所以即使在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东西，只要它对于你的人生是有特殊意义的话，它就是你生命中的无价之宝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无价之宝。谢谢。哎，我值8亿耶，8亿啊！为什么？我就8亿啊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我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，造就了今天呢价值和价格的感受。我觉得人在江湖走，眼光一定要有哦。希望你们看了以后呢，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。女王大人，下次见 ，See you back。那今天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。